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伊朗的战局现在不只是在中东海湾国家有受到影响，会不会进一步的联动到整个俄乌的战局呢？先来看在乌克兰方面因为乌克兰呢在4年的俄乌战争当中呢，现在累积大量抵挡防御，包括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在内的实战经验。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俄军也使用伊朗大量的无人机来打乌军那所以呢就累积了这些经验。那么五角大厦跟中东国家呢也宣布说要购买乌克兰国防新创平台Brave One 所推出的拦截用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也宣布要向盟友开放他们在战场上所得到的这些实战数据来协助训练无人机 AI 软体。而乌克兰的无人机专家也会在3月底访问华盛顿，向美军传授最新的无人机战术。这句话让人想到是乌克兰 Ukraine can help。但是呢，乌克兰的作战经验跟他们的技术真的能够对于美军现在在波斯湾对抗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带来多大的帮助我认为帮助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打了到目前超过4年，那这一场这么惨烈的战争，其实让乌克兰拥有世界最珍贵而且最强的军事资产，就是强大的实战能力。这场实战能力，乌克兰所展现，第一个强调在反飞弹的能力，第二个就是反无人机的相关的能力。那第三个其实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运用无人机综合打击对方的能力。因此，在无人机的攻和防这个部分，我认为乌克兰都极大的拥有发言权。那过去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对于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攻击，不管是在前线乃至于乌克兰纵深的目标，它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辅以大量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或巡弋飞弹，发动复合式的攻击。而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必须说，乌克兰整个防空和反无人机系统其实发挥蛮好的功效。过去以来，在经常的这种大规模轰击里面，乌军其实都是击落了相当数量的俄军的无人机，还有飞弹。那这个部分其实不只是乌军在实战里面锻炼它相关的战法战术，新的科技的运用，特别是北约和美国供应它，包括反飞弹系统、前线的防空系统和整个相关的像 AI 科技的运用等等。那内外兼修，打造它这样的能力，而这样能力体现在第一个，像 AI 技术的广泛用于它的反无人机的无人机自杀系统。那乌军已经大量制造好几万架这种可以拦截像俄军这种天竺葵，也就是俄制的见证者无人机、自杀无人机这种俄国版。那乌军用这种自杀无人机，上面有 AI 识别技术，拥有良好的识别和猎杀的能力，两个差不多的便宜，而且都相当的好用。那另外，乌军还组建了多层次的防空系统和反飞弹系统，包括最外层是最昂贵的，像爱国者3。那另外，欧洲提供的 Iris-T 这个防空系统和 NASAM 防空系统。另外，大家知道，乌军在前苏联时期，那淘汰下来大量的高射炮和野战防空系统，其实也被纳入它反无人机的一环，而且工作状况良好。那另外在最内层，北约和美国过去供应它很多反无人机的电子作战系统，也发挥良好的干扰作用。因此，从这样的一个体系和它相关的战法运用，我必须说，如果说乌克兰它的相关人员，那大量到美军驻波斯湾这些基地协助他组建反无人机的系统，那伊朗它的见证者这种自杀无人机，它的攻击效能势必会获得不少的一个削弱。这个长期下去是对伊朗的反攻和它这种不对称作战的效果会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对，所以乌克兰呢希望提供他们在对俄罗斯战场上面实战的这个经验给美国当然也希望美国能够不要放弃他们，因为呢在欧洲战场上面，现在乌克兰现在很担心的是会不会受到中东的战局连带的影响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丁呢，这次我们看到俄罗斯呢被外界认为是在中东战争当中的一个算是很大的赢家为什么？因为发战争财这个乌克兰
央行总裁他就分析说，油价上涨呢，为普丁创造了额外的财政空间，提供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个全球石油供应吃紧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光是透过石油销售，每一天就可以获得1.5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当然，这些钱呢，都可以有部分是转为做军费之用。好，那英国的《金融时报》也估算，光是到3月底哈，那俄罗斯政府呢就能够获得大概有33亿到49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好，北约官员也分析说呢，美国每年只能够生产270枚爱国者飞弹，而美军最近以来呢，在中东发射多达1000枚的爱国者飞弹哈 ，PAC-3型的。那美国未来几个月呢，将会优先满足国内的需求，所以要讲的结论就是乌克兰这边的战场必定会受到影响。Russ 怎么看两个战线？现在原先只有俄乌战场，但是现在中东又开了一个新的战线哈。中东战局会如何去影响到俄乌战局？你觉得？有2种影响，那一个是军事设备，刚提到这个爱国者飞弹，对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同样或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方面，全球的焦点本来是在乌克兰，现在是转到中东了。那这个是Zelensky 总统要担心的。那当然也要担心，普丁在这个时候可以有这个额外收入了。而且其实这个是算是一种 preview， 一种是预估了。因为俄罗斯的谈判的立场是，战争结束之后，制裁都要解除了。那其实以战争结束之后，欧洲不再买俄罗斯能源，那时候俄罗斯希望可以在没有制裁情况之下，继续卖给印度跟中国，继续赚钱了。那这个基本上也是川普总统接受的一个条件了。所以对乌克兰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 preview 的状况啊。那不管什么时候结束乌俄战争，那以后俄罗斯还会继续赚钱。所以2个点你刚刚有特别提到，第一个是政治上，如果政治上面的话，这个焦点现在被转移到中东了，你觉得 Zelensky 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是川普失去欧盟的支持跟美国的支持。欧盟目前还继续支持他，不管是武器或现金，还是给他了。问题是，川普从去年上任到现在，他对乌克兰怎么解决这个战争的想法是如何？那在这个中东战争情况之下，我认为Zelensky最要担心的是，川普的想法会越来越坚定，那就是说，你乌克兰，你不得不赶快接受俄罗斯可以继续占领你国土，那另外所有的制裁都解除等等这个条件，那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个条件当然是很不利。所以 Zelensky 最怕的是他被川普逼上要和谈的这个谈判桌。本来川普是美国是给他压力，但是压力会更大，会更大。对，所以这个是 Zelensky 最担心。OK， 好，那彭博也报道说，好，这个2个战局相互之间的联动影响会是如何？美国情报单位也指示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包括了卫星影像情报支援，还有呢传授无人机的战术。好，所以不只是伊朗提供给不是这个乌克兰提供给美国这个实战经验以外，包括了俄罗斯也提供这个相关的无人机战术给这个伊朗。好，那协助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对美国跟以色列的联军展开反击。而英国国防大臣则表示说呢，没有人会对普丁这双隐形之手参与到伊朗感到任何的意外啊，就是言下之意，就是伊朗的背后一定是有俄罗斯的影子哈。所以俄罗斯在背后，它的整个看整盘局，它的战略盘算，大使你怎么看？我想这个现在中国跟俄国的这个关系的密切啊，是美国最感到这个一直很担忧的一个趋势。那伊朗是刚好是世界上少数啊，跟中国关系跟俄罗斯关系都很好的一个国家。这也是当初啊，美国把伊朗看为眼中钉的原因之一啊。你跟我2个最讨厌的国家都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一定先把你开刀。但而且呢，过去的伊朗对这个中国呢，他也提供很多实际上的援助，比方说石油
伊朗提供中国很多石油。在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时期呢，伊朗也提供了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这当然，它无人机它是俄罗斯给它提供技术，可是它可以制造无人机，它提供那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所以今天呢，俄罗斯呢，在这个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一个新的一个战场起来了。那我要普丁呢，他起先是心中呢，他不便公然表态，就跟习近平啊，现在中国跟俄国啊，大可以对这个伊朗情况做一个姿态。传统上，他俩一直反对伊朗被美国欺负，可是呢，顾全到地缘政治的种种复杂的利害关系啊，暂时不表态。可是所以普丁不动，我想美国在中国也是很冷静嘛，不表态。普丁呢本来是暗爽，现在慢慢到明爽了，好吧？他觉得利益太大，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中国有句成语说这个喜新啊厌旧。就回到刚刚问题，现在新的战场起来了，大家觉得现在值得我们的关注，值得我们花心思去了解怎么去解决。旧战场暂时搁在一边，所以这对乌克兰是很不利的。那普丁想说，我该在什么时间点切入？所以现在他在 under the table， 在私底下已经对这个伊朗啊提供一些这个援助。所以我们目前可能台面上看到了，还并不值得美国紧张，而是看不到的。美国才要担忧，对，他不可能俄罗斯不可能去站在美国这边，他已经站在伊朗这一边，所以伊朗这方面，我觉得俄罗斯啊，他各种现在各国的世界的舆论的注意力啊，已经转移到这个伊朗了，所以呢，普丁利用趁这个时间呢，趁火打劫啊，是极有可能的。这个模式听起来蛮熟悉的，就是说，当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些分析跟讨论，就是说呢，美国用这个乌克兰来牵制俄罗斯，让俄罗斯的国力削弱哈。但现在俄罗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跟角度来思考的话，他希望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能够越拖越久是最好的。因为呢，他可以透过伊朗这个战事来拖住美国，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也是我个人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当初川普这个团队啊，他在思考这个对伊朗的攻击之前呢，有没有想到这一层？你觉得他有想到吗？我想没有。所以我们刚才聊到说，他的国安团队啊，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成熟的，而且很肤浅的，而且有这种膝盖式的反应啊。伊朗不行，我们打，而且呢，他做法上也很没有江湖道义啊。对，在跟伊朗还在核武器还谈判的中间，就突然派人过去就轰打了，把那个领袖给炸死了。所以这方面呢，did the wrong thing in the wrong time， 所以因此，当然回到现在点，这个，我想俄罗斯呢，的确是有个机会啊，在这个伊朗中间中占取一些便宜。我想美国现在应该有点后悔了。是对照最近这个川普对外的说法是说，当时是他的女婿库什纳建议他这个明明美伊才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就没想到库什纳建议他可以打伊朗就让人听了真的是相当的吃惊。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继续来关注讨论的就是呢，从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以来呢，在台海这边连续13天没有看到有解放军的这个攻击扰台，那一直是到3月11号才又被侦获到有解放军的军机5个架次，还有呢共建6艘。CNN 就分析说呢，这是台湾从2020年公开美日军事数据以来呢，中国大陆空中活动暂停时间最长的一次。所以呢 ，BBC 也分析背后可能有5个原因。BBC 认为包括了两会政治考量，还有呢，川普即将在月底访中在这之前的一些战略布局，以及解放军内部整肃、伊朗战争导致能源吃紧，另外就是海空不对称施压这5项原因。大使，您的看法？当然基本上都没有错了，我也没有错，因为这个大陆也觉得需要考量内部的是那个两会。那么对外呢，就是川习会要举行了，没有必要在这个情况很非常这个微妙的时刻呢，再兴事端呢。所以他这个，而且一方面我听说了是大陆方面现在最近在检讨，因为这些年来他们在这个台海这个基建绕台啊这种做法已经开始内部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了，因为第一方面就是说他消耗那么多的那个能源，消耗那么多的人力时间，你又不能真打，
然后呢，因此呢，还有让这个他们所谓岛内的这个民进党的那个票房啊，政治票房增加越多，他这样助力，对，变成民进党的这个助力了啊，帮助的助。所以因此大陆的这个声音也听进去了，大陆也在检讨说，那应该是不是要稍微节制一点？是，至少他不能说一下就停了对这个台湾的海的这个基建的绕台，可是呢，就稍微缓和一下，变成一个间歇式的、偶尔式的，是表示我还维持一个威胁的一个力度，威胁的能量，但是不是那么的高频率的、高能量去。让台湾的人民越来越反感，而且国际的形象也越来越反感。对，反正你中共就是在那边独舞性嘛，就英文叫 trigger happy。那你还谈什么这个两岸的和平呢？所以因此呢，美国的反感，台湾里边人民的这反感，只有台湾民进党支持中共的这个基建绕台。中想，那这样我就必须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了。OK， 其实伊朗的这个中东现在的战事啊。多多少少还是会跟台海，包括整个东亚都有联动，特别是我们讲说第一岛链。那因为呢，南韩总统李在明最近也证实啊，说美国可能会需要呢把多套的萨德这个防空飞弹系统啊这些装置呢移出南部的基地，而且他也说了，他说美国决定这么做，南韩也没有办法拒绝哈。我记得这个在节目当中也问过 Russ 啊，说南韩有权利说不吗？就说当然不可能说不的。好，那前日本防卫省官员也指出，他说如果呢像驻日本的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这样类型的资产被调往中东的话呢，会对印太战区的战备造成问题。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他认为真正的隐忧在于爱国者拦截飞弹这些武器上的消耗。所以也就是说呢，伊朗战争这个现在如果持续的拖，因为伊朗现在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战略就是拖自决，拖下去时间越久，对伊朗越有利，对美国越不利啊，对以色列也是。那对于第一岛链美中对抗的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联动性影响 ？Russ， 你觉得？当然，不管是哪一个系统或航母调到中东去，那会引起美国盟友，不管是南韩、日本、菲律宾还有台湾的担忧，这是。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第一是战时的情况，那第二，美国政府不管是谁执政，那目前是川普，一年到一年都会向国会要更多钱、更大的国防预算，然后其中一部分越来越大的一部分是投入在印太地区。那过去几个礼拜，白宫已经开始发这个讯号，会向国会要2027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当然要再次创新高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时间跟钱的问题，而且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可以解决的。周末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连驻日的美军都有部分现在要先调往到中东地区去支援哈。那所以人调去了中东，防御性的武器调去了中东，东亚乃至于第一岛链这些国家们不会担心吗？当然他们会担心，但是我觉得美国不管是国务院或国防部。都会向这些国家说，这是暂时的情况。暂时多久？但是同时，美国会再次强调，你们国防，你们还是要自己提升、提高你自己的投资啊。那美国会继续强调这件事情。这个是川普政府不管是1.0或川普2.0，一直坚持这些国家要大幅度的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相关投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就是给美国一个机会，看我们过去一直跟你说，那现在如果你真的担忧的话，那就是由你们来决定你到底要投资多少。大师觉得大陆就暗爽，大陆显然就暗爽了，对吧？就他不吭声啊。那么俄国观察这个中东的情况。太暗爽，大陆现在看来亚洲，美国就刚才你所讲的，美国把这些日本的那个或甚至韩国基地的东西也运到转到这个中东战场上去。当然，自然把这个东北亚，搞不好菲律宾也会有，把它的基地一些美国的那个人力或者是设备装备弄过去的话，对，那
东亚它的美军的力量部署，它就减弱了。那么因此中国大陆当然会看在眼里。第一岛链的这个战略平衡，原先的这个战略平衡会不会因此被打破，或者是有影响啊？讲到战略平衡，最近也看到军事网站就是 Army Recognition， 他们报道说呢，解放军的东莞舰、安茜舰这2艘这个万吨级的055大驱已经正式拨交给东部战区的海军，正式要服役。那在此之前啊，有8艘055型的这个驱逐舰呢，分别隶属北海跟南海战区。那么现在呢，随着这2艘新的驱逐舰加入，将会提升中国大陆海军在东海跟台海周边的作战能力。而随着这2艘新舰的部署中方海军呢，所有3个主要战区现在都有055大驱在正式服役中。所以讲到这个战略平衡，纪文兄怎么看现在055大驱又有2艘加入了中部战区，包括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的战略均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这几年过去10年，这个西太平洋军事平衡早已经被打破。那解放军在不只是这个传统的这个飞弹，特别是它火箭军这些各类形式的这种飞弹，它原本的优势，其实在空军和海军，它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照周边的相应的力量。那其实055只是其中力量的一个环节。那055这个是解放军海军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特别是这个非航母以外的水面作战用的军舰，它是吨位最大，尤其是它本身配备的飞弹数量超过它其他的驱逐舰、护卫舰很多。那传统上来讲，它是属于一个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的核心，借由它强大的防空、制海、反潜等等综合能力，算是指挥舰这样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对于台湾来讲，东部战区也获得这个055，那会让它在整个西太平洋海上用兵更有弹性。尤其是我们知道，东部战区是针对台湾进行联合军演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区，过去联合利剑或者正义使命等等一系列演习，都是由这个战区来主持。而在这样的一个变动里面，我们更常发现南部战区的航空母舰、北部战区的其他兵力也会汇集在周边进行演习。也因此，这个东部战区海军实力增加，自然台湾是最感受到压力。